运去黄金褪色，运来顽铁生光。一个人要走大运，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，因为他的身上有这么4个特征，非常的明确。这4个特征不是玄学，不是迷信，而是道在你生命当中的显化和印证。尤其是第4点，它是能量汇聚的关键。金刚经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真正的大运之人，他们都会经历这种内外显化的阶段，最终会呈现出这么几个特质。如果你有，那就意味着你的阴极生阳，否极泰来，时来运转的时刻来到了。第一，通透贵相，破局而出。一个人在走大运之前，他身上会带着一种通透的贵相，绝不是外在的浮华，是《道德经》第33章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而自胜者强的觉醒。这种贵相它很稳，它不高攀，也不下跌。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到自己自知者明的时候，才能彻底的摆脱旧的认知，旧的人事物。所以我们道德经中说，胜人者有力，而自胜者强。他能够从规律的事物当中看到人生的全局，自我的价值，以及如何助力他人，而绝非是只满足于小我的情绪纠葛。当一个人开始有意识的，能够时刻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在表达什么，他现在将来一直想要的是什么，有了这种不盲从的态度，有了独立的灵魂，能够跳出情绪干扰的圈子，打造自己的认知世界，那么这一刻他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，而且是非常的从容和平静的。当我们和这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能够觉察到他的气场很简单很舒服，同时也非常的专注，而且百发百中。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成就自己的高手，在对的人面前，你会感受到他的维度和精神有着深深的吸引力，他永远在精进，他的每一个呼吸之间都在进行着自我的修行。第二，面相清净，运转无碍。从他的面相上，你也能够看得出来没有浊气，因为人的内里干净了，那么必然将会运转自如。如果一个人修道，无论大人、孩子还是小动物，都很想靠近他，只要靠近他，就会让自己觉得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安静和莫名的喜悦。其实这已经是一位功德非常深厚的人了。这样的人做很多事情是没有阻碍的，因为他的德行足够，万物都将被他给转化。这就是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。你的德行深厚了，那么行事的时候，障碍、阻碍自然就少了，万物皆可为其所用。面相即心相，心静则运通。第三，精气神足，财气自生。运气并不是凭空来的。道德经第10章说，在营破抱一，能无离乎？身心合一是基础。走大运的人精气神是相当充足的，
他的身体也是非常的舒畅和健康的，他的五脏六腑都会调和到非常充足的状态，否则内在的那个财气和运气是生发不出来的。心主神明，肺主气魄，肝主谋虑，胆主决断，山中主喜乐，肾主志气，而小脾是主运化的。一个人的运气好不好，你就看他做事说话有没有气魄，有没有决断。一个脾气好的人能够容纳很多的东西，而一个脾气不好的人，养分是收不住的。有的人做事犹犹豫豫，胆小怕事，或者情绪非常激动，或者说话无度，其实无形当中都会损伤他的气运。而有的人一开口就非常有说服力，有震慑力，那一个人有志，如果敢发愿，敢做决定，敢付出，敢承诺，其实这本身就已经超越了很多人。所以有智慧的人其实都在修行，在修身修心，在调气调心，天补地补人补，让自己去接近天地自然的灵气，吃健康的食物，接近有正气的人，来滋养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始终让自己处在一个万物相合的状态下。一个健康且有活力的人，自然就可以拥有无尽的财富。第四，静气具足，天地归心。道德经第45章说，燥胜寒，静胜热，清静为天下正。大运降临之前，一个人必然会经历深静期，就像清静经所说的，人能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。静得越深，天地的能量汇聚的就越强。所以走运之人身上都有绝对的静气，能量具足。那些所有不匹配他的人，不静的人，自然而然全部都会离开。修行其实就是一个让自己不断进化、不断精进的过程，就像从一滴水到一片海，去伪存真，沉淀泥沙，不断提纯。慢慢的，躁动的人，业力太重的人，福报不足的人都会离他越来越远，因为你们的质地层次和位置都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。他会开始不再合群，他的任何评价和决定不会再轻易地告诉任何人，因为在能量积累的时候，不需要有过多的波动和干扰。就像蛇之蜕变，就是如此的蛰伏。深深的静，深深的定。你在淤泥里的时候学会了随顺，悟到了道法自然，那么等我们成为莲花之时，自然就可以尽情地绽放了。当我们有能力选择一条自己想走的路的时候，你的灵魂就将彻底的觉醒。你放心，将来你一定会有新的缘分。现在你只需要修好自己，然后静待花开。生命最好的状态，就是一点点的向自己喜欢的样子靠近。运气好一点，运气再好一点，然而这份好运并不是偶然降临的，而是源自我们内在的修行和智慧。只是很多人却不知道，修行路上
总有一些秘诀可以帮助我们不断提升自己的运气，让生活更加美好。锁定目标，保持专注。专注是成功之路上的必备品，如同航行中的罗盘，指引我们向着梦想的方向前进。当我们将目标明确地刻在心头，并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实现它的过程中，我们就像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只，始终朝着港湾航行。清晰地锁定目标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前提，这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地说出我们想要的是什么，而是深入了解自己的内心渴望，理解自己真正追求的是什么。这样的目标才是真正具有吸引力和激励性的，它们能够点燃我们内心的火焰，驱使我们前行。而保持专注则是实现目标的关键。当今世界，我们常常会被无数的诱惑和杂念所困扰，使我们偏离了原本的轨道。然而，只有将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，才能够抵御外界的干扰，保持前行的动力，就像是一只专心打磨的玻璃球。只有不断的磨砺，才能够闪耀出最绚烂的光芒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，专注于所爱，因为只有对自己热爱的事物保持专注，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努力的乐趣和收获的满足。这样的专注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实和美好，还能够让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收获更多的意义和价值。接受不足，完善自己。运气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它更像是一种内在的积累和外在的呼应，而这种积累往往源自于我们对自身的修炼和提升。首先，接受自己的不足是成长的第一步，这意味着我们要有勇气正视自己的弱点和错误，而不是掩盖或逃避。只有在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不足时，我们才能够找到改进和成长的方向。就像医生诊断病情一样，只有确诊了问题，才能够采取正确的治疗方案。其次，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己，通过知识和技能的提升，当然了，这也包括品德和修养的提升。通过学习，我们能够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内在世界，增强自身的能力和魅力。正如大海中的船只需要不断地修整和强化船体，以应对风浪，我们也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，以迎接生活的挑战。最后，我们要相信，只有通过不断地提升自己，我们才能够与更好的机遇相遇。因为机遇往往降临在有准备的人身上。当我们付出努力，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时，我们就像是一面磁铁，能够吸引更多的好运和机遇。正如种子需要良好的土壤和充足的阳光才能生长茁壮，我们也需要不断地提升自己，才能够迎来更好的运气和更美好的未来。因此，运气的好坏不是命运的安排，而是我们自身修炼和努力的结果。只有接受自己的不足，
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，我们才能够让自己的运气越来越好，迎接更加美好的人生。及时调整，管理情绪。情绪的管理是我们在生活中面对挑战时的关键点，它决定了我们是被生活所控制，还是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。要做到情绪的有效管理，我们就需要学会认识自己的情绪状态。这意味着我们要有意识地观察，了解自己的情绪。我们要学会辨别自己是处于愉悦、焦虑、沮丧还是愤怒等情绪中。这种自我觉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内心状态，从而更有针对性地调整和管理情绪。而对于情绪的调整，则需要我们掌握一些有效的方法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绪调节方式，因此我们需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。这可能包括运动、冥想、阅读、听音乐、与朋友交流或者独处等等。通过这些方式，我们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得到释放和调节，从而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也要学会应对各种各样的情绪挑战。当遇到让我们焦虑或沮丧的事情时，我们可以通过深呼吸、放松肌肉等方法来缓解情绪。当遇到让我们愤怒或烦躁的事情时，我们可以尝试换个角度去看问题，或者暂时远离让我们烦恼的事情，给自己一些时间来冷静思考。最重要的是，要保持平稳的心态，无论是面对顺境还是逆境，都要学会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坚定。只有当我们拥有一颗平静的心，才能够在生活中越来越旺。因为只有在平稳的心态下，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怀揣希望，保持耐心。在生活中，困难和挑战常常会如影随形，不期而至。而在这些挑战面前，怀揣希望并保持耐心，就像是给自己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，等待着它经历风雨的洗礼，最终绽放出美丽的花朵。怀揣希望是我们面对困难时的一剂良药。希望是一种力量，它能够驱使我们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，坚信一切都会变得更好。当我们怀揣希望时，即便前方布满荆棘，我们也能够坚定地向前迈步，因为我们相信在那片荆棘后面一定会有属于我们的美好。保持耐心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关键。生活中的困难需要我们付出时间和努力去克服，就像是种植一棵树木一样，需要经历无数个季节的洗礼和呵护，才能茁壮成长。在面对困难时，我们也要耐心等待，相信每一次努力都会有所回报。只要我们坚持不懈，一定能够迎来好运的到来。当然了，最重要的是要相信自己的力量，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，我们都要坚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它们。每个人内心都拥有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只要我们激发出来，
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。因此，当面对困境时，不要轻易放弃，要相信自己，保持耐心，坚持不懈，最终一定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好运，加持自己越来越旺的5句咒语。除了上面提到的方法，每天默念以下这5句神奇的咒语，也可以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好运。我永远无条件地爱自己，我可以完全不符合别人的期待，我允许我毫无负罪感的休息，我不再回应恶意，我永远有重新开始的勇气。这5句神奇的咒语蕴含着深刻的智慧，它们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，还能够吸引更多的好运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我永远无条件地爱自己。爱自己是一种内在的力量，它使我们拥有自信和勇气，能够坚定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当我们无条件地爱自己时，我们就会对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有更深层次的认识，不会因外界的评价而动摇。这种自爱的态度会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，让我们更加快乐、自信和坚强。我可以完全不符合别人的期待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，因此我们不应该过分迎合别人的期待，而是要勇敢地做自己。当我们不再受限于他人的期待，不再为了取悦他人而失去自我时，我们就能够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，活出真实的自己。我允许我毫无负罪感的休息。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，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。当我们允许自己毫无负罪感的休息时，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恢复体力和精神，更高效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。这种自我接纳和自我关怀的态度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平衡、健康和充实。我不再回应恶意，回应恶意只会陷入恶性循环，消耗我们的精力和情绪，让我们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和纠纷中。当我们不再回应恶意时，我们就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理智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我成长和积极的事物上。这种积极的态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、幸福和美好。我永远有重新开始的勇气。生活中总会有挑战和困难，但重要的是我们拥有重新开始的勇气。重新开始并不意味着忘记过去，而是学会从中吸取经验教训，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。当我们有重新开始的勇气时，我们就能够不断进步，不断成长，让生活充满无限可能。希望是生命的灯塔，耐心是好运的助推器。这5句正能量的咒语是一种心灵的激励和力量，更是指引我们走向美好生活的指南。我相信，从看到今天的影片开始，你已经准备好迎接更多好运的降临了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和气，
正气、贵气、静气。请记住，好运是需要我们主动去创造的，而不是等待机会降临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让我们每天都做一些小小的改变，用积极的心态和行动迎接更多的好运吧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